思考一个问题：为什么同样使用 MACD， 有人称之为指标之王，大赚特赚，有人却亏得一塌糊涂？90%的人没有真正搞懂 MACD 的正确使用情况。一个参数，一个方法，就想吃遍股市、商品和加密货币，战胜所有周期，穿越牛熊，可能吗？接下来我会详解 MACD， 包括原理、参数，在不同市场需要注意的特殊情况，以及案例详细分析，并带来 MACD 日内交易策略。搞懂之后，能让你的 MACD 胜率至少提高 20%， 并解决 MACD 金叉迟钝的实战难题。影片为专家教程，附有详细的时间轴，可以根据你的个人情况学习。记得订阅大帅频道，学习更多交易体系。MACD 的特色是什么？为什么要使用这个技术指标？ MACD 相对于其他指标的最大特点，就是趋势追踪和动量结合，既有快线慢线交叉构成的金叉死叉来判断趋势是否结束，也有长条图来判断动量强度，同时也能辨识价格与指标的背离，避开交易陷阱，以及在不同的时间框架中使用。尤其是很多人打开一段趋势走势图，会惊叹 MACD 如此好用，但实际使用却大不如意。这是因为 MACD 也有以下缺陷。MACD 在震荡行情会失效，只有行情走出来，看到了趋势， MACD 才会漂亮。在震荡行情会发出大量错误讯号，无法分辨趋势是震荡还是单边。MACD 无法判断支撑阻力的位置，所以不好设定停盈停损和买卖点位。MACD 背离会反复，强势行情甚至可以背离3次以上。对于想做趋势反转的交易者，要能正确分辨背离讯号，并设定严格的交易纪律。以上就是 MACD 的特点，在使用过程中要扬长避短，抓住 MACD 的特点，透过修改参数或叠加其他指标，例如布林通道、RSI 等解决 MACD 的缺陷。后面会结合案例详细解说。MACD 的参数原理，如何设定 MACD 参数。MACD 的标准参数是12、26、6这3个参数。12是短周期参数，是2条线中的快线；26是长周期参数，是2条线中的慢线；9是讯号线参数，用来产生交易讯号，也就是金叉死叉。在实际趋势走势中， MACD 表现亮眼，就是因为预设的12、26、6 3个参数适合趋势行情。趋势行情的特征是持续、方向性移动，横盘震荡较少，所以使用预设参数或增加至19、40、12适用于趋势已经确立，又买在了较低的位置或已经入场，可以捕捉趋势强度，减少假的交叉讯号。震荡市特征是频繁假突破和动量弱，市场空间有限且时间周期较长，需要减小参数，可以使用5、28、5，这样短线会更敏锐察觉市场变化，更容易捕捉小震荡中的背离，交易讯号也会提高2到3个时间周期。对于高波动行情，例如突发新闻事件等，不建议使用 MACD， 此时适合支撑压力的布林通道或超跌超涨的 RSI。 对于低波动行情，预设参数即可。特别说一下日内交易参数，设定为4、12、16可以提供高频讯号，适合5分钟到15分钟周期的短线机会，但也会出现较多假讯号，使用需要看长做短且严格执行停损。如何准确使用 MACD 的交易讯号。 MACD 的常见交易讯号是金叉死叉，由快线上穿慢线构成金叉，和快线下穿慢线构成死叉。金叉是 MACD 的趋势买点，死叉是 MACD 的趋势卖点。注意，这里说的是趋势，是因为 MACD 的趋势特性，金叉和死叉不会出现在反转的第一时间，而且要确保已经离开了震荡周期或即将开始趋势单边，金叉死叉才最为有效。所以 MACD 的交易讯号比较适用于那种趋势性很强，然后大跌了一阵重新稳定的品种，例如标普500等长牛走势，尤其是周线，可以看到标普500的周线下跌一段后， MACD 在金叉带来一段稳定的趋势上涨，而且干扰更少。一旦已经涨起来走慢牛行情， MACD 的金叉收益就会大大下降，此时就需要用到 MACD 的长条图。长条图是动能的快速展现，其变化更快。
可以看到，一旦柱体在零轴下缩短，就是短线强度由跌转涨，只要持续缩短，就可以持续反弹，直到站上零轴趋势正式转为上攻。所以不管是在超跌状态还是慢牛周期，都需要注意柱体的变化来确认趋势的强度。只需要充分发挥线柱的特点，就可以使用好 MACD， 筛选掉震荡周期或不活跃的市场，才能更好的发挥 MACD 的特性。要提高胜率，就要解决2个问题：一、分辨目前是什么周期；二、震荡周期去除前扰。有2种办法，一种缩短周期，在日线的震荡周期15分钟也可以走出趋势行情；一种是指标共振，可以结合布林通道来共振判断。布林通道可以提供趋势分辨和支撑压力，这2点可以避免震荡周期的干扰。4、提高胜率。MACD 和布林通道共振案例。MACD 和布林通道互补，二者共振可以大幅提高胜率。接下来以台积电周线为案例，讲解如何使用布林通道来辨别震荡和单边趋势，以及布林通道支撑压力结合 MACD 的交易技巧。布林通道辨别趋势的方法是上下轨是否开口。开口就是布林通道上下轨打开，上轨到下轨的距离扩大，此时行情开始沿住上轨或下轨运动，走出趋势行情。如果是经过长时间的震荡或超跌，开口的持续性会更强，此时最适合 MACD 标准参数，一次金叉讯号往往能到达大周期的顶部周线的上轨。真正需要担心的是布林通道的缩口震荡，也就是上轨到下轨的距离较近且上下轨角度变化较小，这种是标准的震荡行情，没有方向选择。此时布林通道的特征是行情在下轨和上轨之间震荡，这种我们可以使用前面的 MACD 震荡行情参数528 5。当价格在下轨支撑位时，观察 MACD 的柱体是否反转，下轨撑住加柱体反转，短线强度足够，此时获利空间为上轨附近，结合 MACD 的柱体变化判断后续强度是否足够。如果柱体越来越强则足够，反之则要注意移动止盈或停损。如果行情已经在上涨过程中，可以透过观察布林通道支撑位加小周期1小时或4小时来寻找机会。在上涨过程中，布林通道中轨往上运行，支撑在中轨。当日线跌到中轨附近，可以观察此时1小时 MACD 是否柱体反转或形成金叉讯号，确认则为好时机。因为此时距离支撑布林通道中轨较近，且获利空间中轨到上轨较大，盈亏比很高，但要记得设定好停损。每一笔交易入场就要确认有获利空间和设好停损，这是纪律。5. MACD 的顶背离和底背离如何使用？背离是 MACD 是否有名的特点，又分为线背离和柱背离。背离就是价格和 MACD 指标反向运作，表示市场存在分歧。线背离就是 K 线和 MACD 的快线背离，这里 K 线高于上一个顶部，而 MACD 快慢线却低于上一个顶部，即形成顶背离。或 K 线低于上一个底部，但是 MACD 柱体却高于上一个底部，形成底背离。不管是快线还是柱背离都是可以的，两者一起背离更强。背离之后可能会形成短线的反趋势运动，尤其是当背离后柱体第一次反转，因为形成背离是往往价格已经在顶部或底部运行了一段时间，所以此时反转特征是快速，时间周期短，空间周期未必多。因为背离可以反复，背离3次也很常见。我的经验是，如果选择做背离，一定要严格设定停损且移动止盈，不能贪心。因为从时间周期来说，背离时间很短，也有一些一次背离就转势的，但几率较低。而且因为背离是发生在市场情绪贪婪或恐慌时，所以很难跌到标准支撑位或涨到标准阻力位，所以需要跟住止盈，且降低预期获利空间。而且比起标准的交易讯号，大周期背离机会较少，小周期多但时间周期较短。我们来看台积电的日线顶底背离。首先是顶背离，可以看到高点更高，但 MACD 线柱均更低，形成背离。柱体缩短的第一天确认，接下来3天却都是震荡，没有什么获利空间，第4天才大跌。往前看上一个顶背离，这里高点更高，柱体却更低，形成柱背离。柱体缩短的第一天确认，接下来连跌2天还可以，
但也没跌到标准中轨支撑。再看底背离，低点比上一个低，现柱均背离，但是柱体缩短的第一天已经没有太多空间了，后面震荡后又快速下跌，缩小周期可以看到更多的背离机会。在4小时，这里形成了柱背离，且空间合适，反转确认后从上轨跌到了中轨。不管是顶底背离，都是一个情绪的爆发点附近，整体操作难度较大，不建议新人使用。我自己也用背离，但都是结合其他指标使用，很少单独使用。所以如果要使用背离，一定要注意时间、空间以及品种特色，再结合其他系统确认。6. MACD 日内交易策略，解决震荡难题。日内交易策略是一种短线策略，主要是解决以下难题： 1. 震荡期间 MACD 失效。 2. 在大趋势运行中寻找合适的入场和离场机会。 3. 日内套利。参数修改为4、12、16，使用周期5到15分钟。一波行情通常在4到12根 K 线，5分钟经常产生一波15分钟到1小时的行情，而15分钟则为1小时到4小时行情。可以单独使用，但最好结合其他指标互补共振。同时选择品种要选择波幅较大且日内活跃的品种。这里看英伟达15分钟周期，可以看到15分钟的交易讯号和背离讯号，很多都有4小时左右的机会。尤其是修改参数后，金叉死叉延迟降低，更敏锐。在这里结合布林通道使用胜率更高。可以看到，不管是布林通道上轨开口产生的超涨，还是下轨开口产生的超跌，都会打出短暂的情绪空间。再结合 MACD 的交易讯号与背离，胜率明显提高。要注意的是，如果在布林通道缩口的震荡阶段，空间仍会受到影响，同时要严格设定止损，避免持续震荡无法突破，这种情况代表市场强度不够。同时注意空间，如何 MACD 发出讯号时，布林通道已经接近阻力位，没有较大空间，这种情况要果断放弃或严格移动停损。7. MACD 的拓展指标， MACD 优化和 MACD 共振。 MACD 本身特色明确，为了发挥优势和弥补缺点，我写了2个 TradingView 免费指标，是我自己平常交易使用的，在下方简介里，分别是 MACD 优化和 MACD 多周期共振，并且出了2个详细的影片教程，欢迎学习使用。我分享下优化思路。MACD 优化主要是增加了成交量来辅助判断，因为量能够反映不同时期市场的真实情况，弥补 MACD 代码本身没有成交量的缺陷。而 MACD 多周期共振则是使用共振思路，可以自行选择 MACD 多个周期，确保其在多周期都是柱体增长状态，也就是常说的看长做短。因为大趋势在上涨的过程中再来抓小趋势的机会，胜率就会更高，而且大趋势本身惯性较强，在碰到明确的阻力位之前不容易结束，而小趋势随机性太多，如果只看小趋势，胜率有限。因为是我自己写的指标，所以使用前请先观看教学影片，并且在历史行情里反复研究或练习，搞懂思路，有经验了再考虑是否使用。要养成对自己交易负责的好习惯，多去思考，多去看历史行情，多学习，才能有所提升。8. 在台股、美股、港股使用 MACD 的特性。 1. 台股特色，相较于美股，盘中交易时间较短，日内波动集中，尤其是不像美股机构化，台股散户参与度高，因此更容易出现急涨急跌，有涨跌幅限制，容易出现走势不连贯。因应特性，因为波动集中，使用 MACD 的预设参数容易滞后，可以缩短周期来使用，多关注日内交易机会。除了 MACD 和布林通道共振外，也可以配合 RSI 的超跌超涨，抓住市场情绪变化。因为台股和美股高度联动，也要注意美股走势。2. 美股特征，全球最成熟的市场，流动性极高，资金关注度高，且盘后交易活跃，机构主导，趋势性较强，多为长牛走势。因应特色，美股的走势相对平稳，尤其是指数品种，适合做长线做趋势，抓住一波机会持续性很强，更应该关注大的机会和走势。可以使用 MACD 预设参数，并结合布林通道共振，就适合大多数行情。3. 港股特征，
即受中概股影响，也受美股影响，流动性分化，走趋势的多为优质蓝筹股，同时也受较多市场消息影响，所以专注于优质蓝筹股和指数，找到合适的机会。因应特性较适合短线走势，且指数波幅较大，使用 MACD 的预设参数容易落后，多关注1小时和4小时的机会。9. 商品期货和加密货币使用 MACD 的特性。1. 期货市场，台指期、美股期、商品期货等。市场特性：杠杆高，波动幅度大，交易时间长，几乎24小时，容易出现隔夜跳空，常有主力控盘或筹码效应。MACD 注意事项：滞后性问题更明显，期货波动快，用传统参数12、26、9容易太慢，常等到趋势走完才出现讯号。用较短参数，搭配布林通道 RSI， 同时注意假突破多，期货市场主力容易洗单， MACD 单独用容易被假交叉骗线。需结合成交量，为平仓量多周期结合，常用5分钟加15分钟加日线搭配 MACD， 避免单一周期失真，防止跳空风险。夜盘讯息面影响大， MACD 讯号可能被隔夜跳空破坏。2. 加密货币 BTC、ETH 等。市场特性：24小时、7天全天候交易，没有收盘价的隔夜缺口，波动极大，资金进出不透明，交易者偏重技术分析，指标常被过度使用。MACD 注意事项：适合大周期，在加密货币1小时、4小时、日线周期 MACD 更容易捕捉趋势，小周期5分钟、10分钟噪音太多，假讯号非常频繁，更适合用超跌超涨和情绪指标。量能确认更重要，加密货币缺乏基本面支撑， MACD 的趋势背离需要结合成交量，单靠指标容易失真。背离讯号有效， MACD 背离在加密市场较常见，建议加上布林通道 RSI 或支撑压力线来提高胜率。同时注意极端行情，币圈容易出现插针，瞬间大跌大涨， MACD 根本来不及反应，所以一定要控制好部位和严格止盈止损。总结， MACD 的价值被称为指标之王，核心优势在于趋势加动能结合。金叉、死叉决定趋势方向，长条图决定动能强度，背离产生潜在反转讯号，缺陷与限制。MACD 滞后性强，导致无法抓住反转第一时间，震荡时频繁失效且假讯号多。MACD 本身无法提供支撑、阻力，导致难设精准止盈停损。同时背离可反复，不能单靠背离入场。参数与适用性：经典参数12、26、9适合趋势行情，增大参数19、40、12适合长趋势确认，缩短参数5、28、5适合震荡或短线。日内交易4、12、16提高敏感度，但假讯号多。实战应用要点：金叉、死叉适用于趋势行情，不适合震荡市。长条图判断动能转折，提前发现趋势减弱、增强。背离代表市场分歧，但反转幅度和持续性有限，必须配合停损，提升胜率的方法。结合布林通道，辨别趋势与震荡，过炉无效讯号。多周期共振，周线、日线趋势加小周期入场。结合量能会避免指标空转。严格停损。 MACD 本质是趋势指标，不适合预测极端行情。不同市场特性：台股波动集中，散户多，适合缩短周期加关注美股联动；美股趋势平滑，适合经典参数加周线趋势；港股缺口多，适合蓝筹指数，偏向1小时、4小时周期；期货高杠杆，波动快，需缩短参数加结合窝；加密24期高波动，适合1小时、4小时，日线背离较有参考价值。以上就是 MACD 全攻略，内容较多且需要时间消化，适合重复观看，可以边看边练习。欢迎订阅大帅的频道。如果你想自己实盘练习，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简介获取大帅独家 TradingView 免费指标。想学习更多进阶策略和会员专属指标，可以订阅会员专区，获得完整分享和操作技巧。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下方留言。
我会尽量回复。别忘了收看大帅更多影片教学。